之前网上都说，现在的韩国年轻人也太爽了吧，手里的股票天天涨，公司的年终奖一发，财富自由一大片，真的有这么爽吗？确实啊，如果在三星和海力士的芯片厂里打工，今年真的舒服啊。但绝大多数的韩国年轻人只有嫉妒的份，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 AI 红利，也不是每一个韩国人都吃到了肉啊，反而给韩国社会撕开了一道口子。AI 引发的财富再分配的同时，也制造了新的焦虑。就比如说吧，现在一个三星存储芯片工程师的年终奖，他能抵得上一个普通公务员整整干10年的工资啊！是不是这个差距太夸张了？今年5月，三星和工会签了一份10年的协议，半导体部门的营业利润的10.5%拿出来发奖金，按这个比例算啊，存储芯片部门的员工人均可以发6亿韩元，折合人民币300多万呢。而韩国普通打工人的平均年薪是多少？5061万韩元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芯片工程师的年终奖约等于普通人的12年。更夸张的是，企业内部，三星存储部门发6亿，消费电子等其他部门只有600万，差了整整100倍啊！现在甚至出现了博士学历的部门领导，收入还不如高中毕业的一线产线工人。比这种收入差距更扎心的是，整个韩国社会的游戏规则全跟着改了。往年在韩国读医学院，毕业当医生、律师这些铁打的精英路径啊，开始集体转向了半导体。2026年韩国的高考，名校的半导体专业分数，有的录取直接卷到了98分。就连一向严苛标准著称的韩国婚介机构，都已将三星员工的配偶职业指数特别升级，直接和律师划到一个级别了。但硬币的另外一面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和焦虑。朝鲜日报有个调查，20到30岁的韩国的年轻人里面，有超过一半的人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变穷了，不是收入降了，而是身边的人啊靠选对了行业，财富一下子把自己甩开了10几倍。这种相对的剥夺感逼出了韩国的杠杆文化。截至今年5月，韩国股市融资余额突破34万亿韩元，1年时间直接翻了1个倍。20到29岁的年轻人融资余额同比暴涨124.5%，40岁以下的散户里面，超过42%的人直接上了3倍以上的杠杆。上班摸鱼看股票，抵押房子加杠杆，大学生借消费贷入市。现在的韩国年轻人的逻辑非常简单，如果进不了三星和海力士的半导体工厂，不如直接赌一把。个人在赌，国家也在赌啊。今年6月底，李在明政府公布3大超级项目，三星和海力士承诺未来10年在韩国本土砸下2000万亿韩元，约合1.3万亿美元啊，压住半导体和 AI 产业链。光西南地区就要建4座存储芯片厂，目标是5年内产能翻1倍。这个投资规模是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韩国1整年 GDP 的70%多。李在明说的也很直白啊，要让韩国成为不可替代的国家。但本质上，这是一场国运的豪赌，赌的就是 AI 存储超级周期能够一直持续下去，赌韩国能够守住全球存储芯片的龙头位置。但平心而论啊，存储芯片这个行业周期性太强了，天价奖金难道会一直有吗？如果潮水退去了，这些加了杠杆炒股的年轻人怎么办呢？那些放弃医学院去读芯片专业的孩子怎么办呢？整个国家砸进去万亿投资又会怎么样呢？这场 AI 红利确实给韩国社会撕开了一道口子，它的确打破了韩国几十年固化的阶层上升通道，让一批选对了行业的年轻人迅速的跨越了阶层。但同时它也制造了新的焦虑。当你发现当年成绩不如你的同学，只因为进了芯片行业，收入就比你高出10几倍，你会不会怀疑自己努力的意义在哪里？旧的成功标准正在瓦解，新的标准还没有定型。潮水涌来的时候啊，有人抓住了机会，有人就被甩到了后面。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，当潮水退去，这个被 AI 短暂重塑的韩国社会又会留下什么呢？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